欢迎来到轻声慢读。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成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一颗朱砂痣。这段话就出自张爱玲的作品《红玫瑰与白玫瑰》，我想和你一起分享的这本书。这个故事的男主人公叫做童振宝，他的生命里有两个女人。表面上这个故事讲述了振宝和红玫瑰与白玫瑰之间的爱情，但在我看来，小说里必看也是最精彩的部分，是红玫瑰的成长，其他人物都是为了衬托红玫瑰而存在的。那小说的开头就说，振宝的生命里有两个女人，他说一个是他的白玫瑰，一个是他的红玫瑰，一个是圣洁的妻，一个是热烈的情妇。普通人向来是这样把洁烈两个字分开来讲的，你看这句话就讲得非常冷静。那娇艳的红玫瑰叫做王娇蕊，这个女孩子是从国外回来的，她有见解，敢爱敢恨，是新时代女性的代表。遇见童振宝的时候，她已经嫁为人妻了，但是两个人却发生了爱意，从任性到认真，再到红玫瑰被遗弃，最终她改嫁过上了平淡安稳的普通妇人的生活。而另外一个女子就是所谓的床前明月光，白玫瑰、梦烟、离，她根本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相比王娇蕊，梦烟离是一个可怜的怨妇，她认为童振宝是她的丈夫，也是她的一切。对于振宝的一些风流韵事，她拼命地遮掩，一直活在丈夫的阴影下，唯唯诺诺，失去了自我。那么童振宝是个什么样的男人呢？在张爱玲的笔下，他是一个好人，好到什么程度呢？我们来看书里的描写。童振宝整个地是这样一个最合理想的中国现代人物，他是正土出身，出洋得了学位。你看出国留学的，并在工厂实习过，非但是真才实学，而且是半工半读，赤手空拳打下来的天下。你看明明就是一个学霸，加上去留过洋见过世面，回来又凭着自己真实的才华，然后努力的打拼，来在一家老牌子的外商染织公司做到很高的位置。当我们看到振宝的时候，他的太太是大学毕业，身家清白，面目姣好，性情温和，从来不出来交际，很贤惠。一个9岁的女儿，那大学的教育费已经筹备好了，所以这个家庭是安稳和有远见的。振宝侍奉母亲，谁都没有他那么周到；提拔兄弟，谁都没有他那么精心；办公，谁都没有他那么火爆热情；带朋友，谁都没有他那么热心，那么义气和克己。他做人做得十分的有兴头，而且他的长相也是爽快到极点。所以振宝在出场的时候就被定义为他是一个好人。那如果你遇到这样一个男人，无论是相亲还是社交，你都会觉得这是个很值得交往的对象，对吗？可是整个红玫瑰与白玫瑰的故事看完，你心里面会想着说，这样的一个人为什么会是渣男？所以读书就是我们理解生活的一种好的方式。通过那些故事，我们才能理解自己和他人的遭遇，那些甜蜜和不幸到底是怎么发生的。要想了解童振宝这样的男人，先弄明白3件事。这3件事即便放在今天，也是很多女人一直想要探索的秘密。第一，为什么很多男人心头爱着红玫瑰，最后却娶了白玫瑰？他们通常会说对不起，我不得不和他结婚。对不起，可是相爱不是为了说对不起，而是要说我爱你的。那这个对不起是怎么发生的呢？第二，失去了红玫瑰，也就是一生的挚爱，童振宝失去了什么呢？那第三，得到了白玫瑰，也就是安稳的婚姻和家庭，那么童振宝又得到了什么呢？好多女人并不知道谜底，男人更加不知道。所以在了解整个故事之前，我们还是要回到童振宝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在他遇到红玫瑰和白玫瑰之前，书里好像荡开了一笔，写了什么呢？在妻子与情妇之前，童振宝还有2个不要紧的女人，这2个不要紧的女人可是非常的要紧，她们在振宝的性格上盖了一个重重的戳。第一个是巴黎的一个妓女，振宝学的是纺织工程，在爱丁堡进学校，那苦学生在外国是看不到什么的。振宝的回忆中，英国只限于地底下的电车、白煮卷心菜、空白的雾、恶蝉，像歌剧那样的东西。他还是回国之后才见识了上海的俄国歌剧团。所以不要以为留过洋的人就必定很洋，其实他们是吃了很多苦的。那有一次暑假里，振宝攒下了几个钱，想要出去旅行，途经巴黎。
巴黎当然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花花世界，他未尝不想看看巴黎的人有多坏。可是没有熟悉内幕的朋友，这样的朋友他结交不起，主要还是因为穷。就在巴黎的街道上，童振宝遭遇了一个黑衣的妇人。那是一个傍晚，那个妇人走在他的前面，把脚步放慢了，略略偏过头来瞟了他一眼。妇人穿着黑色的蕾丝纱衣，下面是红色的衬裙，听着就很诱惑，对不对？风情万种。振宝没想到这地方也有这样的女人，也有小旅馆。好多年后，振宝怎么样来描述这件事呢？他带着点愉快的悲哀感打趣自己说，我到巴黎之前还是个童男子，应该去凭吊一番。这就是凡尔赛本赛。他其实意思是说，你看，我的风流是在巴黎那样的地方找了一个女人。可事实上，这样的一个女人，就连这样的一个女人，振宝在她身上花了钱，也还是做不了她的主人。和那个妓女在一起的30分钟，是振宝此生最羞耻的经验。他还记得那个女人的样子，并不是他喜欢的。那个女人的身上有着百种女人特有的味道，而他自己对那个味道也是非常的敏感，所以就会养成一个动作，时不时的抬起手去嗅一下自己。这在振宝看来非常的不体面，而且那一次的经验也是慌乱和不美好的。这里面有一段话讲得非常狠，说嫖不怕嫖的下流，随便、肮脏、暗败，越是下等的地方，越有点乡土气息。可是不像这样，振宝后来每次觉得自己嫖得金瓜上蒜的时候，便想起当年在巴黎第一次有多么傻。现在他是他的世界里的主人。这句话很厉害。张爱玲不动声色地说，振宝后来每次觉得自己嫖得金瓜上蒜的时候，就说明后来的振宝和之前那个没有经验的学生已经完全是不一样的人了。他成熟了，那你也可以说他堕落了。他是一个那么斤斤计较、那么精明、那么自私的人，那这个人意味着什么呢？从那天起，振宝就下决心要创造一个对的世界。在这个袖珍的世界里，他是绝对的主人，他要主宰一切，他不能被别人看不起。他觉得自己在女人那里是受到了羞辱。这是振宝第一次的性经验。那么振宝的初恋呢？是在英国发生。振宝认识了一个名叫玫瑰的姑娘，她是一个混血，一个华侨，所以才有了后面的红玫瑰与白玫瑰，都跟他这个初恋有关。因为这初恋，他把以后的2个女人都比作玫瑰。玫瑰是不是爱上了他？振宝看不大出来，他自己是有点着迷了。那个玫瑰又年轻又天真，也有她非常快乐的那种美感。那这样的女人在外国或者是很普通，可是振宝是这么想的，到中国来就行不通了。如果把玫瑰娶来，移植在家乡的社会里，那是劳神伤财、不上算的事。你看金瓜上算的童振宝出现了，他没有想他爱不爱这个女孩子，他只想着如果把她娶回来，即便有点着迷，那也很不上算。所以振宝决定回国的时候，他的初恋也就完蛋了。他们2个人要告别，告别的情景非常复杂。有一天晚上，振宝开着车送玫瑰回家去。这一次似乎有些不同，因为他就要离开英国了。如果他有什么话要说，早就该说了，可是他没有。这就意味着初恋结束，这是一场失败的感情。正是因为这样，玫瑰知道他已经失去他了。由于要告别，女孩子一下子就感性起来，她就开始变得舍不得，从心里热出来。快到回家的时候，玫瑰就抓着振宝不让他走，然后2个人就在车上接吻。玫瑰就拼命地抱着他，紧紧地吊在振宝的脖颈上，然后老是觉得不对劲，换一个姿势又换一个姿势，不知道怎么样贴得更紧一点才好，恨不得生在他身上。振宝心里也乱了主意，他做梦也没想到玫瑰爱他爱到这种程度，他要怎样就怎样。可是这是绝对不行的，玫瑰到底是个正经人，这种事不是他做的。玫瑰的身子从衣服里蹦出来，蹦到他身上，但是振宝是他自己的主人，他们2个人终究什么也没有发生。振宝的自制力他过后也觉得惊讶，他竟硬着心肠把玫瑰送回家去了。临别的时候，他捧着玫瑰湿漉漉的脸，捧着她呼呼的鼻息，眼泪水和闪动的睫毛，睫毛在他的手掌心里扑动得像个小飞虫。张爱玲的文字真美。以后他常常拿这件事来激励自己，在那种情形下都管得住自己，现在就管不住了吗？他对自己那天晚上的操行充满了惊奇赞叹。这件事他不大告诉别人，
但是朋友中没有一个不知道他是个坐怀不乱的柳下惠，他这名声便是出去了。这两个不要紧的女人是完全不同的。第一个是妓女，这是振宝第一次的性经验，但给了他巨大的羞耻感。他甚至像是一个患了厌女症的人，他对所有的女人都开始不信任，他要主宰别人，而不要被别人控制。那第二个女孩子玫瑰，这算是振宝的初恋。在告别的时候，玫瑰打算将自己的身体献给振宝，可是振宝没有下手。在他的心目中，玫瑰终究是正经人，要了他的第一次又不能娶她，这怎么可以？振宝上下文均是振宝，并不是，他只是不想负责，他觉得要为这样的一个女人负责，那是太可怕的一件事。这个时候的振宝就把女人划分为两种，第一个叫做娼妓，花钱就可以得到，但我要主宰她。第二个叫做正经的女人，可是不要碰，因为碰了就要负责，所以碰不得。这种划分就为他后来的婚姻生活定了基调。而这样的一个男人，竟然是一个名声很好的男人，因为他就像柳下惠一样，他竟然管得住自己，不去拿走一个女孩子献给他的身体，所以朋友们信任他，朋友还愿意把自己的妻子托付给他。这个朋友叫王世宏，这个朋友的妻子就是王娇蕊。在小说里，红玫瑰叫王娇蕊，从一个人的心头朱砂痣，到成为对方想抹去的那抹蚊子血，这就是属于红玫瑰的人生故事。这样的一个女人，在爱情中吃了苦，也受了宠，她学会了成长，学会如何去爱，这是小说中最为精彩的部分。小说并不长，但这样的篇幅里面，我会认为所有的人都是红玫瑰王娇蕊的背景。那么娇蕊到底是什么模样？她又是怎么进入到振宝的生命中？那要从振宝到上海说起。振宝一回到上海就去找工作，那么他很快就找到了一个非常体面的工作，但是他的家距离这个工作地点太远了，所以他要找房子住。这个时候，振宝有个老同学名叫王世宏，他是早2年从国外回到上海，住在福开森路的一家公寓里。他有一间多余的房子，振宝就去商量，连家具一同租了下来。振宝不是一个人住，他和自己的弟弟一起搬到了王世宏的家里做了租客。搬去的这一天，振宝就遇见了王娇蕊，因为娇蕊是王世宏的太太。娇蕊什么模样呢？内室走出一个女人来，正在洗头发，堆着一头的肥皂沫子，高高的砌出云石雕像似的雪白的波卷。她双手托住了头发，向世宏说道：“趁挑夫在这里，叫他们把东西一样一样布置好了，要我们大司务帮忙，可是千难万难，全得趁他的高兴。”那振宝就要跟娇蕊打招呼，结果娇蕊因为手上沾了很多的肥皂沫子，就不能握手，笑着点了个头，就有一点肥皂沫子溅到振宝的手背。振宝不肯擦掉它，由它自己干了，那一块皮肤上便有一种紧缩的感觉，像有一张嘴轻轻吸着它似的，这个很性感。作为当年的交际花，王娇蕊自有风情。她什么样的长相呢？一张金棕色的脸蛋，皮肉紧致，眼梢往上吊，伶人似的。然后她的头发果真是泡沫堆起来的。这样的一个女人，只要身段好，不论穿什么都有别样的味道。王娇蕊穿什么呢？第一次跟振宝和他的弟弟一起吃饭，这算是一个见面的饭局，她就随便的穿着浴袍，宽袍大袖的就坐在那里，结果给人的感觉是一条一条一寸一寸都是活的。振宝的弟弟没见过世面，吓了一跳，心里想，怎么会有女人穿着浴袍跟我们一起吃饭？你也能看出来，这个女孩子绝对是不拘小节的，热情似火，有着一种成熟女性的性感和天真的婴儿的诱惑力，这种混合在一起反而别有风味。在吃饭的时候，娇蕊就吃得很少。振宝说：“怎么饭量这么小？”王世宏就说他怕胖。振宝说他这样正好，一点也不胖。你看，这无非就是一句体面话，场面上面大家都这么讲。可是娇蕊说心境减少了5磅，瘦多了。那王世宏就伸手去捏她的脸说：“瘦多了，这是什么？这对夫妻是非常亲密的，发现了吧？”然后娇蕊就说：“这是我去年吃的羊肉。”所有人都笑，可爱吧？这女人显然很聪明，她知道怎么样在场面上应酬，让所有的男人高兴。那么王娇蕊的过去是什么样呢？3言2语就可以说完了。她是一个来自新加坡的华侨，年轻的时候家里面就送她到英国去读书。说是读书，无非是要镀个金，说我们孩子是受过教育的，留过洋的，将来就可以嫁一个金龟婿。
就是为了找个好人家。可是那个时候的焦蕊年纪又小又贪玩，而且因为她性感好看，她根本不想结婚，她就到处瞎混，然后变成了伦敦社交圈的交际花。那渐渐的名声不大好了，年纪也上去了，就有点着急了，开始抓住机会来找一个合适的结婚对象。后来留学生在伦敦开会，焦蕊是代表，那王世宏作为上海的代表也出现在那里，两个人就看对了眼，很快的结了婚。结婚之后，王焦蕊完全没有玩够，她继续勾三搭四，红杏出墙来，一次一次的把自己的娇妹探出围城。那王世宏既有钱，也非常宠爱她。你看，那么宠溺她，去捏她的脸，说到底就是他又喜欢焦蕊，他又管不住，他只要焦蕊不太过分，这个先生也就睁一眼闭一眼了。那么为什么这一次肯让童振宝搬到他们家来住呢？就是因为王世宏担心他的上一任的租客跟焦蕊不清不楚，所以无论如何要把那个男人撵走，然后要让童振宝搬进来，因为他认为振宝可是个柳下惠，是个好人。那在丈夫的供养下，王焦蕊就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她一点也不擅长打理家务，但是她的应酬功夫却非常一流。她花着丈夫的钱，但她其实并不爱自己的丈夫。她结识不同的情夫，其实她也并不爱这些情夫们，这只不过是她的兴趣爱好。书中写得很明确，说这算是她的一技之长。用王焦蕊自己的话讲，学会了一样本事，舍不得放着不用它，所以她是任性的。一个任性的有夫之妇，男人见了她就忍不住要说玩笑话。所以振宝看见这样的女人，他心里面就是又滚烫又害怕。他觉得天哪，当年的那个玫瑰竟然又出现了，而且她竟然比当年更加的风情，更加的有诱惑力，他就害怕起来了。对于这样的女人，张爱玲给了一个非常精准的定义，这个词是张爱玲创造出来的，叫爱犟，爱情的爱，匠人的匠。什么叫匠人？我们说有匠人精神，就是对某一件事熟能生巧，手艺非常好的人，我们称之为匠人。那爱犟他擅长的是什么？人家也是一技之长，他擅长的是爱情游戏。那爱情游戏我们可要弄明白，它可不是爱，因为是游戏，所以只讲究技巧，不动感情。所以遇见这样的人也非常倒霉，就是他想要 PUA 你，那真的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但作为焦蕊来讲，他 PUA 别人，或者他对别人使伎俩，其实也没有什么贪图，他无非就是觉得好玩。那接下来焦蕊的目标就锁定了，他要征服这个柳下惠，振宝。振宝搬到了王世宏的家里，那王世宏就经常要出门去做生意，有时候一走很久不回来。那振宝这个时候其实是察觉到了有一点点危险，他着实的烦恼，才同玫瑰永绝了。他又借尸还魂，而且做了人家的妻子，这女人显然比玫瑰更有程度了。可是那毕竟是朋友的妻子，振宝这个时候心里面是非常纠结的。那有一天他下班回来，他就说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人，可是他们不能陪你回家。到了夜深人静，还有无论何时，只要是生死关头，深的暗的所在，那时候只能有一个真心爱的妻，或者就是寂寞的。所以振宝的这种感受，其实说清楚了我们为什么在各种各样的时候犯错误，爱而不得，或者不能够一个人。因为男人怕的是寂寞，而那些红杏出墙来的女人，比如焦蕊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耐不住寂寞，要有一点点好玩，有一点点真心。那一点点真心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期间焦蕊是在逢场作戏，丈夫前脚出国办事，她后脚就把旧情人甩到一边，请童振宝喝茶。振宝在搬进来的那天，吃饭的时候聊天，说这些年在国外一直想喝茶却喝不到，焦蕊就专门为他准备了上好的绿茶。振宝就夸焦蕊说，你记性真好。焦蕊轻轻地反驳说，你不知道，平常我的记性最坏。就这么波澜不惊的一句，听起来非常的撩人，对吧？意味深长。接下来有一个很生动的细节，就是焦蕊取出了一罐花生酱。她说，我是个粗人，最喜欢吃粗的东西。你看他明明怕胖，可是他又爱吃花生酱，而且把粘在手指头的花生酱放在嘴里舔干净，就非常性感。那么振宝就劝他说，这个东西最使人发胖。焦蕊就开了盖子说，我顶喜欢犯法，你不赞成犯法吗？任性。然后焦蕊就说，这样吧，他拿了一片面包说，你给我面包上他一点，
你不会给我太多的。那振宝见他那副楚楚可怜的样子，不禁笑了起来，果真为他的面包上敷了花生酱。焦蕊就从茶杯的杯口上凝视着他，你们可以试一下，拿着茶杯去看对面那个人，他一定会觉得心慌意乱。然后他抿着嘴一笑说，你知道我为什么支持你？要是我自己，也许一下子意志坚强起来，花生酱踏得极薄极薄，可是你，我知道你不好意思给我踏得太少的。两个人就同时大笑起来，所以振宝也因为他这样稚气的娇媚，就渐渐的软化了。什么叫做软化？心动了，难以控制的心动。那心动了以后怎么样呢？振宝一晚上翻来覆去的告诉自己，不房事，做思想工作，说焦蕊和玫瑰不同，一个任性的有夫之妇是最自由的妇人，她用不着对她负任何责任，可是她不能不对自己负责。你看，看到这里，振宝依然是自私，他没有想过这个女人在想什么，想要什么，她爱不爱他。他想的就是，我如果要去得到什么样的便宜，那我要负什么样的责任呢？他是一个胆小的以及自私的男人。这样又过了2个礼拜，有一天振宝出去，天气突然之间降温了，他没有穿大衣就回来拿，回来看到非常吃惊的一幕，他的大衣挂在客厅的油画画框上，就在那里，焦蕊静静地坐着，坐在画下面的沙发上，你看，也像一幅画。起先他以为焦蕊在吸烟，再仔细看并不是，焦蕊点着一段香烟，只是看着它燃烧，让香烟和衣服上的味道笼罩着自己。香烟是谁的？振宝的。衣服是谁的呢？也是振宝的。那女人是什么样的动物呢？靠嗅觉，靠感觉，就五官的感受最为灵敏。焦蕊坐在这里，就好像振宝整个的散发出气味包裹着自己。振宝一下子就觉得受不了了，他竟然不明白说，原来焦蕊是这么的在意自己。焦蕊是沦陷了吗？这一下子振宝完全被征服了。一个自我克制的男人被一个别具风韵的女人征服，该发生的不该发生的都发生了。童振宝和红玫瑰到底是在一处了，两个人也有身体也有心，而红玫瑰有婴孩的头脑与成熟的妇人的美。这种最具诱惑性的联合让振宝觉得非常满足。他们经历了许多叽叽喳喳的喜悦，然后焦蕊就说，我真的爱上了你了。王焦蕊曾经讲过，说她的心是一所公寓房子，经过和童振宝的一段时间的相处，那所公寓好像拆除了，王焦蕊为童振宝建了一座单幢别墅。他们两个和以前一样，本来就是始于游戏，玩着玩着，焦蕊偏偏动了真心。为什么会对童振宝动真心？他自己也说不清楚。那振宝是明白他的心思，他在书桌上拿起笔来写了一行字，叫新居落成至喜。哪个新？不是新旧的新，而是心灵的心。我的心里面有一座房子，原来是公寓，有人进进出出，现在变成了独栋别墅，只属于你一人。振宝把这个女人看得清清楚楚。那在拥抱的时候，焦蕊还是会有一些变化，她极力的紧紧地箍着振宝，自己又觉得羞惭，就问振宝说，你觉得有点两样吗？就是在问振宝，我现在拥抱你的感觉和没有爱的时候有没有分别呢？我是觉得一定会有分别。他自己觉得，如果没有爱也能这样紧紧地抱着，振宝会看不起他。那焦蕊真的找不到爱的理由，但每天他等着童振宝下班回家的心，就随着电梯忽上忽下。他经常地凝视着童振宝，眼睛里面写着柔情，也有轻微的嘲笑，这就是有点神经质的爱的感觉。然后女人在这个时候会格外的灵敏，格外的觉得没有安全感，也会格外的灵气，就是那种特别敏感的柔弱。王焦蕊是第一次获得，她告诉童振宝，等到自己的丈夫王世宏回来之后，她要跟王世宏摊牌，提出离婚，她要跟童振宝结婚，两个人正式在一起。为了童振宝，她愿意放弃安稳和优越的生活。焦蕊在说这番话的时候，她压根没有想过童振宝是怎么想的。她太自信，从来她想要得到的都能得到，从来没有男人是不爱她的。她也不了解男人，她认为男人跟女人一样，遇到真爱就能够勇敢的面对，不管面临什么样的结果。而男人往往都是这样说的，对吗？没关系，有我，不怕，朝前走。可是真到了前面呢，男人是怎么想的呢？振宝当时就有点迟疑，可是振宝的迟疑，焦蕊一点也没有注意到。振宝没敢接口，他只是说，我看这事莽撞不得。
我先去找个做律师的朋友去问问。你知道，弄得不好可能很吃亏。这就是一个生意人的直觉。吃亏2个字，其实在振宝这里才是眼下要面临的最大的思想包袱。他爱王娇蕊吗？当然是爱的，只不过他更在乎自己有没有吃亏。那如果爱王娇蕊会牺牲掉前途，牺牲掉他赤手空拳打下的事业，会影响他柳下惠的名誉，那他会不会放手？如果事业和爱情不能够兼容，像振宝这样的男人，他会怎么选择？在此刻，振宝说不出口，他是迟疑的，可是他的迟疑，娇蕊既没有发现，也不放在心上。他认为振宝是在担心自己离开了王世宏，嫁给童振宝。第一，生活过得比原来苦，他挨不得苦；第二，他不能改掉水性杨花的品行。所以娇蕊这个时候下定决心，她不要再做一个坏女人了。她做了一件事。夜晚，娇蕊在熟睡中依偎着振宝，振宝欠起身来，坐在床沿，摸黑点了一支烟抽着。他以为娇蕊不知道，其实娇蕊已经醒了过来。良久良久，娇蕊伸手摸索着他的手，轻轻说道：“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的。”他把他的手牵到自己的手臂上。娇蕊的话让振宝掉下泪来，但是眼泪也还是身外物。我看这一段是很心酸的。娇蕊是在说什么？这样一个任性的、做惯了坏事、有点小风情的女人，是在跟振宝海誓山盟。她是在讲，从今以后我都改了，我会好好的、好好的对你，专心的、忠诚的跟你一生一世，白头到老，再也没有比这更厉害的决心和海誓山盟。但是振宝不答话，只把手摸到他去熟了的地方，还是那点欲望。他是无情的，他虽然掉下泪来，可他依然是冷漠的。所以这一段写得很动人。我在想，可能我们看到的一些经典，比如说小美人鱼，还有花魁杜十娘，心里都是这样想的吧。我会好好的，我会不要做鱼，好好的做个人，我不要做花魁，我只要做你身边的一个良人。可是最后，女人面临的是什么样的命运？就是她爱他，但是却不懂他。所以有人说，男人只能爱到一定的程度，但女人却能爱到义无反顾。就是在爱情面前，王娇蕊就是像所有女人一样，她不问值不值得。但是童振宝也像很多男人一样，他只会考虑亏不亏。拜伦原来说过一句很犀利的话，说爱情在男人的生活中只是一种消遣，但它却是女人生活的全部。对，到这里，振宝有一个心理活动，他觉得很麻烦。麻烦在哪里呢？就是和娇蕊在一起的时候，根本觉得没有讨论的必要，一切都是极其明白和清楚的。他们彼此相爱，而且应该爱下去，这是爱替他做的主。可是回到振宝这个男人自己做主的时候，他就会想，没有他在眼前，我会想出诸般反对的理由。我总是疑心自己做了傻瓜，入了圈套。所以振宝虽然什么都没做，你现在还会坚定地认为他是一个好男人吗？王娇蕊并不知道这些，她做了先斩后奏的一件事。她写信给丈夫王世宏坦白一切，希望丈夫给她自由。这种举动，可能很多人说她怎么敢？可是现实生活中就是有人这么做过。陆小曼，陆小曼为了嫁给徐志摩，也是断然地跟自己的丈夫坦白一切，她只要自由。你看，女人往往是勇敢的。可是童振宝在看见女人勇敢了之后，他的反应是很害怕，他彻底的清醒，彻底的退回去。他说：“娇蕊，你要是爱我，你就不能不替我想，我不能叫我母亲伤心。她的看法跟我们不同，但我们不能不顾到她，她就只依靠我一个人。社会上是绝不肯原谅我的。世宏到底是我的朋友，我们爱的只能是朋友的爱。以前是我的错，我对不起你。可是现在不告诉我，就写信告诉他，就都是你的错了。娇蕊，你看怎么样？等他来了，你就说是跟他闹着玩的，不过是哄他早点回来，他肯相信的。如果他愿意相信，他就肯相信的。”这段话你们听了有什么感觉？首先，爱娇蕊这件事，他在做的时候，他会想过我的妈妈不同意吗？社会是不肯原谅我的吗？世宏是我的好朋友，我不能对我的朋友妻做这样的事吗？他都没想过。到现在这些全都是理由。接下来他说，我对不起你，可都是你的错。虽然我对不起你，可是都是你搞成这样的，你是在搞事情。那娇蕊搞了什么样的事情呢？无非是想要跟他在一起。那振宝就坚定地说，对不起。到这里我们会看到，
飞蛾扑火的总是女人，火熄灭了，飞蛾扑了空。焦蕊趁着房里还没点上灯，竟潜伏在他身上大哭起来。即便在屈辱之中，他也是有力量的。他起先是吃力地说：“不要这样，不行的，不。”可是后来当振宝跟焦蕊说了这么一番话，焦蕊抬起红肿的脸，定睛看一看振宝，飞快的一下，他已经站直了身子，好像诧异刚才怎么会弄到这步田地。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转化。焦蕊到底是有力量的。当他看穿了这个男人的胆小、自私、冷漠，还有懦弱之后，焦蕊在诧异，刚才怎么会弄到这个田地？他找到皮包，取出小镜子来，左右照一照，把头发捋好，擦眼睛，擤鼻子，正眼都不朝他看，就此走了。等振宝完全清醒了，焦蕊已经走了，一句话没说，他也没有话。这就是告别。有些告别不必拥抱，不必回头，也不必说一句珍重，因为振宝就是那么胡乱的就辜负了。他有很大的压力吗？并没有，他就这么背叛了，放过了。这种轻描淡写，实在让人惊心。直到这个时候，童振宝是真的失去了红玫瑰，可他到底失去了什么？他自己还并不知道。童振宝辜负了红玫瑰，他虽然最爱红玫瑰，可最后还是娶了白玫瑰。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失去的究竟是什么。他听说红玫瑰和王世宏协议离婚，那仿佛是离他很远很远的事。母亲几次向他流泪，要他娶亲，他终于答应说好，于是就通过相亲认识了孟烟离小姐。振宝看到孟烟离就向自己说，就是她吧。孟烟离就是白月光，一个身家清白的女子，非常适合作为童振宝圣洁的妻子。那童振宝在公司里也爬到了很高的职位，做事风风火火，做人体面周到，走出去也留给别人一个事业有成、家庭美满的好男人形象。白玫瑰给人的第一个印象就是白，笼统的白。她细高身材就像一条直线，风吹过来，衣服朝后飞着，越显得人的单薄。脸生的宽柔秀丽，可是还只单纯的白。有没有发现，白玫瑰跟红玫瑰是完全不同的两类女人？一个男人明明喜欢红玫瑰那样的人，为什么会娶了白玫瑰？而白玫瑰在童振宝的眼里面看起来是那么的平淡，而他的生活就这么一路的平庸下去。那么有些人表面上看起来好好的，实际已经千疮百孔，如果不经过考验，不经过时间的流逝，他自己也意识不到。我们往下看童振宝的行为就知道了。童振宝是被红玫瑰的离开深深的挫败了，可在当时他并不知道自己失去了什么。爱不是本能，爱就是能力，他没有这个能力了。振宝挣的钱大部分都花在应酬联络上，家里开销上是很刻苦的。他的母亲和燕离颇合得来，但是振宝对于燕离有很多不可告人的不满的地方，因为不爱就总是容易不满足。燕离不喜欢运动，连最好的户内运动，就是床上运动也不喜欢。那振宝起先觉得燕离也有点可爱，因为新鲜。虽然他对她的身体并不怎么感兴趣，但是她不发达的乳房握在手里，就像睡熟的鸟，像有她自己的微微跳动的心脏。慢慢的，她连这一点少女的美也失去了，对一切渐渐习惯后，她变成一个很乏味的妇人。振宝这个时候开始嫖娼，每3个礼拜1次。你看他的生活各方面都很规律，一个规律的、勤奋的、看上去整洁和井井有条的男人。他和几个朋友一起到旅馆里开房间，叫女人。他对于妓女的面貌不甚挑剔，比较喜欢黑一点、胖一点。他要的是丰肥的乳躯。这对于从前的玫瑰与王娇蕊是一种报复，但他自己并不肯这样想。失去了，然后拼命的想要找回来，到哪里去找呢？就是在这个可怜的嫖娼上面。所以我们看到振宝的残忍，可他偏偏认为这个残忍也是一种美德。他对不起红玫瑰，也只是因为没办法；他不爱白玫瑰，也只是因为没办法。而振宝在外面嫖，燕离绝对不疑心道，因为燕离爱他，不为别的，就因为在许多人之中指定了这一个男人是他的。燕离这样的女子其实存在感非常的低，她也并不懂得爱究竟是什么，只是因为这个男人是她的丈夫，所以她就决定要爱他。如果这个男人肯好好的待她，真心诚意的爱她，也许燕离能够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可是她没有机会，因为童振宝并没有给她这样的机会，所以她非常的寂寞。书里面写过一个细节，说有一天振宝下楼去擦脸，
燕离在楼底下开无线电听新闻报告，振宝觉得这很好，因为现代主妇学2句普通话也是好的。他不知道燕离听无线电不过是愿意听见人的声音。你看，白月光就是这样清冷的，就是在这样的婚后生活里一天一天的枯萎了。可是振宝依然觉得他有什么办法，而且他对燕离的不满越来越严重，因为燕离是这么的不善于交际，燕离是这么的不善于笼络人心，以至于本来很喜欢燕离的母亲也跟这个媳妇儿发生了点意见，两个人一生气就没有办法调停，分开来住。振宝对他的太太极为失望，娶她原是因为她的柔顺，可是他觉得被欺骗了。对于自己的母亲，振宝也非常恨，他如此任性的搬走，叫人说振宝不是个好儿子。你看他对女人的态度，燕离不好是因为燕离辜负了他的信任，没有把他的家照顾好，连他自己亲生的娘也是不好的。为什么？因为娘没有给他面子，让别人觉得他不孝顺。说到底，这个男人无非就是自私，他就是想得到别人的承认，得到别人赞美的一切，而不肯付出任何的真心。燕离得了便秘症，每天在浴室里一坐就坐上几个钟头，只有那个时候可以名正言顺的不做事、不说话、不思想。其他的时候如果这样，他心里总有点不安。燕离没有疑心到他这么的不快乐，是因为振宝不爱他。为什么？因为他不懂得爱，他觉得振宝看起来就是个好男人。可燕离并不是一个没有感觉的人，他这么迟钝也感觉到了不快乐，所以他的身体就替他发作，他开始便秘，而且不肯好。振宝他依然在外面嫖娼，看到这里也许有人会说，他是个好男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对，一个男人有的时候为什么去嫖娼？他和你美不美，和你有没有感情都没有关系，他就是没有爱的能力。那接下来发生了一件让振宝非常震惊的事情，就是他意外地撞见了燕离和家里的小裁缝有了私情。很奇妙，为什么是小裁缝？因为振宝的朋友都不喜欢燕离，燕离也不擅长交际，也不出去应酬，而且燕离因为郁郁寡欢，振宝害怕自己的女儿受到燕离的影响，也把女儿送去寄宿学校。燕离在家里面大段的时间是非常寂寞的，而裁缝是什么人？他虽然地位低下，可他可以进入到女人的闺房里面去，他还可以在女人的身体上面动手动脚。更何况裁缝由于做的是女人的生意，他惯会猜别人的心思，八面玲珑。在《红白玫瑰》的电影里面就有那么一句，这个小裁缝起先来给燕离做旗袍，那燕离就随便的挑个样子，然后小裁缝就说，太太，您真聪明，这可是时下流行的式样。燕离忽然就像被雷劈了一样的转过头来，原本他的眼睛是空洞的。他说，你说什么？然后小裁缝说，我说这是线下最流行的式样。燕离说，不是这句，刚才那句你说什么？小裁缝想了想，恍然大悟，我说您真聪明。燕离就忽然害羞了，是吗？还从来没有人说过我聪明呢。这是一个从来没有被肯定，没有被好好爱过的女人，忽然就因为小裁缝对她的巴结、奉承和赞美，她就被扰动了，就沦陷了。想想也是一个很可怜的人。而振宝在一个雨天要回去拿雨衣，忽然发现燕离和裁缝怪怪的，那这种怪怪的其实只有感觉，而没有实际的现场。可是振宝很知道，和一个女人发生过关系之后，当那个人再碰到她的身体，那神情完全是两样的，极其明显。振宝自己高高在上，瞭望着这一对没有经验的奸夫淫妇，他再也不懂怎么能够同这样一个人。你看，男人是自尊心受到了挑战，并不是爱不爱的事。这个裁缝年纪虽然轻，但有一点驼背，脸色很苍黄，然后脑后还有几个癞痢疤，看上去张爱玲说也就是一个裁缝，完全没有什么可取之处。振宝就更加生气了。那振宝越发觉得自己有理，他就想，我待他不错，我不爱他，可是我没有什么对不起他的地方，我待他不算坏了，下贱东西。大概他知道自己太不行，必须找个比他再下贱的来安慰他自己。可是我待他这么好这么好。振宝的委屈，他的不甘心，他的愤恨，因为什么呢？因为燕离下贱。燕离为什么下贱呢？我虽然不爱你，可是我没有对你不好。振宝是这么的高高在上，他甚至认为不爱他并不是我同振宝的错，只是因为燕离你下贱。可是燕离在嫁给他的时候是一个下贱的女人吗？她得到了白玫瑰的时候，她得到了什么？童振宝也不知道。
那童振宝失去了什么，得到了什么？在这个时候，他都是被蒙在鼓里的。可是接下来，他和红玫瑰竟然有一次重逢，他终于清楚地知道自己究竟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童振宝在有一次外出的时候，意外地遇见了红玫瑰王娇蕊，他们早就断了联系，他依稀是听说过的。娇蕊后来果真离了婚，女人果然是勇敢的，她不肯隐瞒，她只要自由。后来她嫁给了一个姓朱的男人，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童振宝一直觉得娇蕊的事情离他很远很远，他自己的女儿都9岁了，本来两个人就可以相忘于江湖，可是竟然偶遇。有一天，童振宝和自己的弟弟独宝一起坐公交汽车，振宝在一个妇人身边坐下，原来有个孩子坐在那个位置上，妇人不经意的就把孩子抱过去了，振宝没留心，却是独宝呀了一声打了个招呼，振宝才发现是娇蕊。娇蕊现在什么样？她胖了，很憔悴，还打扮着，涂着脂粉，依然是很艳丽，但因为是中年人了，所以那艳丽便显得有一点点艳俗。那大家就寒暄，说了一些无关痛痒的话。独宝也是知道，说娇蕊嫁给了姓朱的人，所以叫她朱太太。然后说，一向好吗？因为孩子牙疼，所以娇蕊一晚上都没睡好，一大早要带小朋友去看牙医。说到这里，那独宝先下了车，就只剩下了振宝和娇蕊两个人了。那童振宝终于忍不住，他说出了掏心窝子的话，并不朝娇蕊看，就向空中问道：“怎么样，你好吗？”娇蕊也沉默了一会儿，说道：“很好。”可是这一问一答，和刚才那个寒暄已经完全是不同的氛围了，对不对？振宝说：“那姓朱的，你爱他吗？”娇蕊点点头，回答他的时候，却是每隔2个字就顿一顿道：“是从你起，我才学会了怎样爱。认真的爱到底是好的，虽然吃了苦，以后还是要爱的。”振宝把手卷着他儿子的海军装，背后垂下的翻领，低声道：“你很快乐。”其实他是希望娇蕊不快乐，你们发现吗？他多么期望你离开我，你还爱着我，你为我撕心裂肺，痛不欲生，再也走不出来。可是娇蕊笑了一声，说：“我不过是往前闯，碰到什么就是什么。”振宝就冷笑了，说：“你碰到的无非是男人。”这种怄气的话，娇蕊听来也并不生气，侧过头去想了一想，说：“是的，年纪轻，长得好看的时候，大约无论到社会上去做什么事，碰到的总是男人。可是到后来，除了男人之外，总还有别的，总还有别的。”这句话说了2遍，娇蕊真的是改变了，也收敛了。她已经变成了和从前那个任性的、天真的、娇憨的红玫瑰完全不一样的人。从童振宝开始，娇蕊才真正知道了什么是爱，而她因为爱吃的这种苦，因为爱而不得，她颠沛流离，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她甚至变成了一个平淡的，要带着孩子看牙医，要坐公交车的女人。但是娇蕊依然觉得爱到底是好的，以后还是要爱的。她甚至看起来有点快乐，因为她知道了什么是爱。她很用心地付出真情，安分守己的生活。他们分手已经10年了。10年前，两个人彼此都以为是爱着对方的。10年之后，两个人即便再见，也是最熟悉的陌生人。振宝看着玫瑰，自己当时并不知道他心头的感觉是难堪的妒忌。娇蕊就问他：“你呢？你好吗？”这是真正放下了才会这么问。可是振宝想了好半天应该怎么回答，忽然脸真的抖了起来。在镜子里，他的眼泪滔滔地流下来。为什么？他也不知道。在这一类的会晤里，张爱玲说，如果必须有人哭，那应当是娇蕊，对吗？女人要哭，这完全不对。但是振宝竟然不能止住自己，应当是王娇蕊哭，而童振宝来安慰她。可是偏偏是振宝在哭，而娇蕊并不安慰他，只是沉默着，半晌说：“你是这里下车吧？”两个人就此别过，没有拥抱，没有叙旧，没有旧情复燃，泪流满面的是那个男人童振宝。这才是张爱玲的厉害之处，如此不动声色地揭露了童振宝在这一刻究竟失去了什么，他成为了一个什么样的人。可能直到童振宝的眼泪淹没了自己，他才明白自己终于失去了爱过的人。而他自己看似春风得意，其实内心满目疮痍，至今都没有学会爱一个人，
也不愿意勇敢，也不会付出。他既不能追回过去，他也没有办法好好的爱自己身边的人。所以无论是白玫瑰还是红玫瑰，都是被他毁掉了。但是毁掉的红玫瑰可以重生，可童振宝就是一个千疮百孔无用的人。虽然重逢，王娇蕊再也不会和这个伤害过他、爱过又最终错过的人有任何的瓜葛。他们下来这趟公交车，就从此走出了对方的生活。这个滚滚的火车，滚滚的红尘，总是往前走的。红玫瑰真正的精彩就在这里。年轻的时候，总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男人来取悦你，来跟你调情开玩笑，说着一些似是而非的爱的话，可能不是真的爱。等到年纪大了，前面会遇见各种各样的凶险坎坷，甚至是伤害。可是红玫瑰依然认为，总有点别的，爱还是好的。爱即便没有得到幸福，也会把你变成一个更好的人。所以那个哭泣的人竟然是振宝。他哭什么呢？深夜回家，振宝看着自己的皮肉，不像是自己在看，而像是自己之外的一个爱人在深深的悲伤着。他的眼泪是什么呢？振宝觉得他白糟蹋了自己，他始终不认为自己薄情，只是说没办法。他回到家里看到白玫瑰，他会觉得我为了你牺牲那么大，我牺牲了红玫瑰和爱情，可是你竟然偷情，所以白月光变成了饭粘子，他是没有错的，而朱砂痣变成了蚊子血，当时他也是没错的。所以这个男人就开始了报复。他的报复是什么呢？振宝常常喝酒，在外面公开的玩女人，不像从前还有很多顾忌。他醉醺醺回家，或许索性不回来，而烟里总有他自己的解释，他衷心的为他遮掩。所以振宝虽然在外面闹得不像样，只差把妓女往家里带，大家看着他还是个顶天立地的好人。这样的一个好人，要多少人来撒谎来成全，来站在他的立场说他是没办法的。可是振宝继续闹下去。有一天他把妓女带回了家，那是一个下雨天，振宝租了一辆3轮车，带着妓女出去玩，中间回来拿钱。他是故意都到家里来拿钱，女人坐在3轮车上等他，振宝拿了钱出来，把阳伞打到水面上，溅了女人一身的水。女人尖叫起来，振宝哈哈地笑了，感到一种拖泥带水的快乐。他看看窗口，应该是烟离站在那儿看，所以他就拼命地把阳伞朝水上打，打碎它，打碎它，他非要砸碎一些东西不可，他就是想毁了一切。这一下连烟离也没法替他辩护了。振宝不拿钱回来养家，女儿上学没有学费，每天的小菜钱都成问题。烟离这时候倒变成一个勇敢的小妇人了。快30岁了，烟离从来没有得到爱，她不知道什么是爱，可是她勇敢起来了。勇敢的表示是什么呢？烟离忽然长大了，话说的流利动听，滔滔向人哭诉。这样下去怎么得了？真是要了我的命等等这些。他就像祥林嫂一样，开始哭诉自己的不幸。他知道了振宝是如此不堪和不值得掩饰的一个男人。烟离现在一下子有了自尊心，有了社会地位，有了同情与友谊。好奇怪，在烟离当年端庄贤惠，变成清冷白月光的时候，他没有朋友，没有同情。可是现在振宝是一个这么坏的人，大家就把振宝放在一边，倒过来同情烟离了。那么有一天，振宝回到家里，哐啷啷地砸碎东西，甚至拿着台灯朝烟离砸过去，吓得烟离翻身就往外面跑。振宝得意极了，立在那无声的笑，静静的笑，从他眼里流出来，像眼泪似的流了一脸。所以报复到这里，振宝快乐吗？没有。振宝改变了什么呢？书中最后一句话说，第二天起床，振宝改过自新，又变了个好人。这句话真的让我倒抽一口冷气。我知道了张爱玲的冷静和刻薄，这就是彻骨的凉。振宝第二天起来又变成了一个好人，这个好人是什么概念呢？他依然是一个不值得爱的好人，他再也不会改变了。失去的永远失去，得不到的他也再不会得到，而这一切对振宝来讲再也不会变了，他只是一个好人。所以读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怅然若失，张爱玲到底想要说什么呢？我补充一个背景，在1944年的2月份，张爱玲和胡兰成恋爱了。在热恋中的张爱玲心情有了很大的改变，她会一蹦一跳的去静安面包房买新烤出来的面包，她会去买鲜花插在自己的家里。生命在荒凉的世界里面出现了亮色，她会写见到他，他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开出一朵花来。
即便当时胡兰成还是有妇之夫，但张爱玲毫不在意，她一心一意地爱着胡兰成。不久之后，胡兰成就离婚了，他和张爱玲正式地签了一纸婚约。但是好景不长，胡兰成一方面写给张爱玲说岁月静好，另外又喜新厌旧，在外面劈腿，有了范秀美、小周等等情人。所以张爱玲在一次一次的受伤之后，终于下定决心不再与胡兰成联系，她的恋情就此结束。红玫瑰与白玫瑰就是这个时候写成的。那每个作家在写一个故事的时候，其实都会有自己的心情和一点点真实的际遇。在这个故事里，最好看的是红玫瑰王娇蕊。张爱玲并没有给娇蕊安排一个完美的爱情，可能在她看来，爱情就是这样吧，总是有这样那样的遗憾。但无论甜蜜或者痛苦，我们还是看得到张爱玲心底里头那一点点的暖。她始终认为爱还是好的，就像王娇蕊虽然爱而不得，但她另有所得，她没有得到让自己动了真心付出的那个男人童振宝，但是她却学会了爱一个人的能力。那什么是爱的能力？不管有没有爱情都不能懦弱，无论能不能结婚都需要负责。在关键的时候，能够把一个人的命运区分出高下的，其实只有勇气。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分享，请点赞订阅，这将对我有很大的帮助。那我们下次再见。